我想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，自己在演这类型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挖掘出来。我选择一些更加精准的去找我进步的空间，而不是说再大量的去拍一些同质化或者说同样类型的角色。我不会害怕去试错，你如果一直待在自己的安全空间里边，其实反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。我会受不了我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就我更喜欢说每一天可以看到我自己一点点的进步。谁敢阻拦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凌赫，很开心在入戏见到大家。我看你之前说，就是自己拍戏，其实经常会问为什么。这部戏拍完之后，会给自己做一个表演的复盘吗？有，经历了这个剧本之后，其实我最大的感触是，很多时候不要去问为什么。哎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是，以前我总是说剧本逻辑啊、故事逻辑、情感逻辑，我一定要问出个所以然来。但后来我发现，其实很多事情你没办法去解释，尤其是感情这东西，尤其是爱这个东西，很多时候是没有理由的，它就是一种感觉，就是一种氛围，没办法去用一个理由去涵盖它的所有。因为它和理科的那种思维啊，那种不一样，对，完全不一样。就感情这方面都是没法解释的，没有理由。这个其实在看剧本或者理解角色的时候会更自洽嘛？开始会啊，你要去硬解释的话，你没办法去说通自己。这时候其实就是得跳个思路。我刚刚说的那个，我学到这些东西，其实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，我慢慢才理解了这个。我发现短短几个月，就是因为上次主剧也就上半年，然后感觉这次的交流和上次的一些角色理解完全又不一样了。每部戏学到点东西嘛。之前还说就是下一步想要挑战悬疑剧，就有没有看这方面的本子呢？有啊，当然，悬疑剧是我非常非常想接触的，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看悬疑剧。但是接戏这个东西和自己的爱好还是不能太过于强捆在一起。不同类型的剧，我觉得我都应该接触一下，因为学习是最重要的。不同类型的剧、不同类型的剧组、不同类型的演员跟导演，可以让我学到更多东西，这是我接戏的目的。如果说在悬疑剧里面，你想要挑战一个什么样类型的角色呢？对于拓宽我的角色来说，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个反派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这么多年演下来，一直没有演不是特别正的反派哈，就特别纯粹的反派。纯粹反派。如果有机会演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我可以去尝试探索一下反派这种角色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理逻辑。我相信就是演过一次反派之后，可能对你的表演体验又会很不一样的一次感受。当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跟不一样的学习。很多演员大家聊的过程中也会觉得很想演反派，可能反派的可塑造空间也是非常大的。我是主要是没接触过。我想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程度，自己在演这类型角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挖掘出来。大家也非常期待，感觉你去演反派应该是很带感的一件事情。刚入行那几年，你是保持着很紧密的一个拍戏节奏，就是除了主演剧之外，可能有间隙还会去客串一些剧。我记得上次你的一个采访，其实说这2年稍微让自己放缓一些节奏，对拍戏的你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影响或者沉淀呢？我之前说这个话，我后来看到网上有人说，是不是张凌赫想休息了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，其实还要努力在工作，理解偏颇了。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前几年因为我刚开始踏上演员这个职业，接触的角色类型非常非常少，所以说我会通过大量的去拍戏积累我的经验。随着这2年其实戏越拍越多，角色的类型也会接触的越来越多。后面我在接戏的时候，我会选择一些我可能没有尝试过的角色，没有尝试过的类型，拓宽我的演员这条道路。我说放慢一点，换句话说，其实应该是前面在积累我的经验，后面我可能会需要把我这些经验去慢慢的释放出来。在积累经验的时候，会选择一些比较更加精准的去找我进步的空间，而不是说再大量的去拍一些同质化或者说同样类型的角色。其实这是非常正确的，就是在前期的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经验的时候，可以不断的去积累经验，到后期可能到不同阶段了，那你可能得更专注于选择。就像我们高中那会儿刷题嘛，题海战术，你要去进步，你要去提高自己的分数，肯定得大量的刷题，先见识到所有类型之后，再取长补短。但是你刚刚说自己在选择角色或者说类型上面，其实想要尝试不一样的，因为尝试不一样其实意味着冒险。但如果说你在自己的一些比如说安全领域的话，或者说自己最擅长最适合的领域持续去做，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保证。那你是怎么看待这2者的呢？冒险会有什么风险？可能它的成功比率不一样，大家可能觉得说你适合的一些赛道演起来那成功率会很高，但如果说如果说挑战一个自己完全没有试过，或者说大家对你的想象不一样的那种，我不会害怕去试错。你如果一直待在自己的安全空间里边，其实反而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。我个人我会受不了我自己在原地踏步，我更喜欢说每一天可以看到我自己一点点的进步。我会暗自的去比较什么？